们这次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在使用 AI 的平台的能力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希望学生可以透过 Python 的程式来跟 AI 的这些平台去做互动。在课程的一开始，我们会去做课程的导入跟专案的说明，让学生先做一个课程兴趣的调查。我们当然是教了学生实践的价值，但是创意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也希望说，除了展现创意之外，促进他们学习跟合作的能力啦。我们这边就是有透过视学的模式来进行问题解决、团队合作跟跨组成果的分享哦。课程有搭配生生有平板的计划，让载具的使用可以应用在视学上面。我会把 AI 可以做的一些东西跟学生说明，让学生去投票啊。投票比较多的部分，我们就会导入相关的平台，让学生去操作 AI 生图的语言模型，还有运作的原理也都会去做说明。于上机操作前，针对课程内容进行简要的说明，并提供教学影片。学生在看教学影片自学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及时提供引导。生生平板的载具方便学生观看线上教学影片，操作的时候呢，就不用来回切换。我在这次的课程中，老师教我们许多可以用 AI 生成图片方式，在里面打关键字，然后会逐渐生成出我们想要的图片。进阶一点的，我们可以加入关键词，让它显示出你想要的知识。生成动画这个方面呢，老师有提供许多实用的网站，也教导了我们一些利用文字生成图片或生成影片的小技巧。我觉得这个应用可以放在教学影片上面，我们可以将老师替换成自己喜欢的偶像或者是对象之类的，来提高我们的学习意愿。因为有 AI 的辅助，那我如果要做成一个产品，然后需要用到程式的话，那就只要丢给 AI， 然后去写出你所需要的程式、你需要的功能，甚至说是你需要的界面的样子，那它就可以交由 AI 帮你生成，并且如果在中间有出现 bug 的话，也可以再丢回去给 AI 帮你去检查你的程式的错误在哪里。程式语法运用的话，那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些小游戏，比如像是象棋或是俄罗斯方块，或是我想要做一个解谜的游戏 ，AI 可以帮我生成出来。期末专案桌面宠物小帮手，分组进行专案实作，增进学生分工合作的能力。那在学完前面老师教过的所有东西之后呢，我做了一个专案。那这个专案就是动态捉虫计划。这个计划呢，它的功能有3个。第一个就是在桌面就可以用歌曲名称搜寻并播放 YouTube 的音乐。第2个就是每过一段特定时间提醒使用者应用程式的使用时间。第3个就是待机时会说出小知识。新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老师教得很好，那 AI 也是现在的潮流嘛。那老师在程式设计部分也帮助了我许多部分这样。期末专案安排于校内 TED 讲堂分组报告，各组之间相互评分并给予建议。我们从这一次的专案实作里面发现，学生真的有展现他的创意例如说，我们有一组学生他是做 AI 流氓，增添了整个 AI 互动的趣味性。你那推破应用开着入关，跟个智障一样用机器，来让老子帮你清理。也有同学他就想说，他们快要分科测验了，就有一个做分科倒数计时的提醒器那这也是他们的创意。分科不是无间道，而是开往春天的地铁。学生对这次课程的成果跟反应也都还蛮好的，那也就希望说课程的内容可以确实的应用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上。